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金。上期说天穹之上，龙卷、杰诺斯和驱动骑士三人联手对抗赛克斯。地面上，其余 S 级英雄们都平安无事，但多多少少都经历了与干部之间的对决。超合金黑光被恶狼打到自闭，甜心假面也因为那次狼狈的求救而内心逐渐扭曲，甚至妄想迫害在场的所有英雄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将他拉了回来。难道他便是 S 级第一位神秘莫测的爆破吗？剧情逐渐进入了高潮部分，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废墟堆上，超合金黑光一出来就抱着膝盖缩成一团。哎，恶狼被打败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小黑居然在肉搏战中输给了别人，他是怎么赢下黑光的？恶狼还活着，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现身。到那个时候，或许他已经不会输给任何人了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那令他都为之感到颤抖的气势，直到现在还久久不能释怀。不管怎么打，他都会再次站起来，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巨大，朝着我扑过来，简直就像绝望的化身。与此同时，那道绝望的化身正被压在废墟之下。没错，那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恶，就在刚刚，在我脑中成型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被打得越惨，身体就越是充满力量呢？甚至感觉脑子都清醒了。现在的话，应该能做到，保持这个状态，登上顶峰，就能达到灾害等级、神级的领域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会成为将人类永远打入至恐怖深渊的存在。我将会成为绝望的本身。一股执念驱使着恶狼朝着那个极端的方向前进。在他看来，只要做到了这一步，在平等的恐惧面前，人们都会瑟瑟发抖，然后抱团取暖。仅仅是因为能活着，便心存感激。到那个时候，就再也没有不讲道理、歪曲道理的人存在。恶行、欺凌、差别对待，甚至包括战争，都会从这个只能维持生存的世界上消失殆尽。世界需要的不是不平等的正义，而是平等的、绝对的恶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小孩的哭声传来。小鬼再次面对曾经的那一句询问：“叔叔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”这一次，恶狼头也不回地应道：“那当然是因为我是怪人。没错，我是绝对的恶。”回到地面上，黑光越想越难受，甚至颤抖着流下了眼泪。我就是条丧家之犬，输得心服口服。小黑。众人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却听到黑光接着说道：“我不只是输给了他，正如他说的那样，我明白了，我所追求的只是感觉良好的胜利。迄今为止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为自己的强大沾沾自喜罢了，就只是在玩英雄游戏而已。”突然间，黑光被一脚踹飞了出去，来人正是甜心假面。也难怪你会生气。话音一落，又是一顿连环飞踢。事到如今，还在说那些自我怜悯的话，给自己找借口。你这样也配做英雄吗？弱者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作战，快滚回家去吧！黑光被一脚踹进了废墟里，但转眼又抱成了一团。真的十分抱歉。假面的一番话说得慷慨，可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，不久前在无线电里哭天喊地求救的人，可不正是他吗？超合金黑光，你难道不会因为自己的窝囊而不甘心吗？这话由你来说也。原子武士刚想说破，却被僵尸男拦了下来。这时候，性感囚犯也上前来附和道：“对啊，你看刚才甜蜜小青青踹了你这么多脚，你都毫发无伤，这就证明了
这才像样嘛。看着重新振作起来的黑光，众人都感到很欣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联手给那玩意儿致命一击吧。联手一词惊呆了所有人。那位唯我独尊的原子武士先生竟然会对我们坦诚相见，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捡掉在地上的东西吃可不好哦，要不我先砍死你们吧。师傅，就连居合都感受到了师傅的心境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。哼，仅限这次，我只会跟我承认的强者联手。可是具体要怎么行动呢？说话间，只见原子武士指了指上边。一座电塔砸了过来，把众人都吓了一跳。电塔上一道熟悉的身影落了下来。我来支援了。原来是背信尊者到了。怎么样，情况如何？这下又有了一名 S 级的加入，接下来的计划就好办了。于是众人就这样开始了简单的合作策划。天行假面，本以为你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家伙，现在我对你有些改观了呢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些？你这家伙果然让人不舒服。哈哈哈哈！眼前这景象把童弟都看呆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站在英雄顶点的人会有主动合作的一天。果然都不愧是 S 级英雄，碰壁之后都会寻找出路，大家都在成长呢。哼，我对失去所有装备被敌人打得支离破碎的蠢货毫无期待，但希望你至少不要拖我们的后腿，姜世南。哼，放心吧，臭菜假面。你算了，看来刚才的话还有待斟酌。那么到这里，一拳超人第180话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。接下来战况即将进入高潮部分，英雄的集结势必会给战局带来巨大的影响，但隐藏在废墟之下的干部们真的会同意吗？最后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下期内容更加精彩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秦，我们下期见。